艾家副盟主的话音刚落，秦墨副盟主的目光也紧紧锁定着花仙子云韵，那眼神中充满着刚刚对他的忌惮。花仙子的花仙之力太强大了，如果不是对方没有彻底掌控的话，那么现在的他们或许早已经重伤，所以更不能让对方有成长下去的空间，必须要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将花仙子扼杀在摇篮里。你们说的没有错，本以为我们迈入了大道之境的领域，没想到差点会栽在一个由血脉激活花仙之力的小辈身上。现在我们必须将其杀之，以免留下祸根，然后再从他的身上夺取那一物。七副盟主迈着杀气的步伐，一步步靠近花仙子云韵，他的目光如同冰冷的刀刃，毫不留情地割裂着周围的空气。其他几位副盟主也纷纷站定，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花仙子云韵的脸色苍白，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面对这6位副盟主的围攻，几乎是毫无胜算。花仙子永远消失吧。七副盟主的声音在云韵的耳边回荡，他的手臂缓缓抬起，掌心中聚集起了一团强大的能量。花仙子云韵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屈之色，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整个身躯已经被花仙之力反噬，却无力反抗。就在七副盟主抬起手，刚准备对着花仙子云韵拍下强大的一掌之时，他们的上空却是发生了强烈的异动。七副盟主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的立马抬起头，目光锁定着上空那道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裂缝如同虚空之口，吞噬了周围的光亮，3道身影如被巨力抛出，狼狈地从那无序的空间裂隙中射出，重重落在坚实的地面之上，一瞬间被砸出深坑，尘土飞扬。他们正是不久前从萧炎手中逃脱出来的3位副盟主。在那深坑之中，3位副盟主的身形显得扭曲而痛苦，他们的袍服不复先前的光鲜，破损处显露着深浅不一的伤痕，血液与汗水交织在一起，映衬着他们脸上的痛楚与不甘。七副盟主和其余5位副盟主见状此情形，立马眉头紧锁，声音中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惊讶，道：你们受伤了？谁下的手？他的话语中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重量，压在场其他副盟主的肩膀上。黄科副盟主的脸色虽然稍显苍白，但终于成功逃脱出来，见到眼前这几位副盟主后，如获救星一般，极力地压制着自己的喘息，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是那个萧炎。黄科副盟主的话音刚落，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云韵的美目流转，映照着紧张而又期待的光芒。萧炎，是你来了吗？他的声音轻柔，却在空气中投下了一枚沉重的震颤。云韵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的眸子轻轻转动，这是个让他内心无比动荡的名字，让他有些莫名的期待。萧炎，是你来了吗？他的嘴唇轻轻开启，声音低沉而充满了自己想见萧炎的所有力量，有道声音也在他的心中响起：我不能死，萧炎马上就过来了，我相信他。而他们3位副盟主之中，伤势最严重的就是叶灵副盟主，然后一副盟主立马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疗伤丹药，给他们3位副盟主服下。虽然丹药的等级并没有萧炎身上的高级，但是恢复他们如今的伤势还是绰绰有余。服下丹药之后，他们3位副盟主盘腿而坐，催动神力，加快吸收丹药上的药效。不出片刻的时间，那3位副盟主的身上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并且脸上原本惨白的气色也变得红润起来。很快，3位副盟主缓缓起身，然后对着七副盟主他们开口道：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眼前的花仙子，然后夺取那东西。我想萧炎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来到这里了。然而七副盟主倒是根本不惧萧炎他们一丝一毫，毕竟他的手中也有着强大的底牌，就算是萧炎的大道修为比他们都要高，但是如今他们9大副盟主已经齐聚，同时有着那来自天都之上的大底牌，即便对战大道后期主神也有着绝对的抗衡之力。所以在他的眼中，萧炎的修为也不过是大道后期主神而已。而且七副盟主的野心也开始暴露，对于萧炎身上的神火，他已经垂涎很久很久了。如果自己夺得了神火，再让萧炎交出融合神火集于一身的那个神秘功法，自己的修为和实力怕是将会达到更为恐怖的神境领域。其实这也是七副盟主的野心，虽然之前他没有底气和实力让他有这种野心存在，可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他也已经领悟完整的大道之法，成为了大道主神。同时9大副盟主又一齐聚，只要他们联手施展出之前修炼时从天都之上那学来的大底牌，就更加不用惧怕萧炎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那3位副盟主拼死也要来到这6位副盟主的身边，同时七副盟主也认为他们9位副盟主集齐后，除了大道巅峰之上的存在外，大道巅峰之下他们便是无敌。不过在萧炎来之前，我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毕竟那个东西是盟主大人需要的。在解决了花仙子和那个萧炎之后，我们也要准备和盟主大人会合了。七副盟主也不敢怠慢，
毕竟这是盟主大人下的命令。虽然不知道盟主大人需要那遗物要做什么，但肯定有他自己的目的。花仙子，东西交出来吧，我们可留你一个全尸。花仙子云韵强忍着身上传来的痛苦，就算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下场，但也不会就这样放弃。当年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勇敢，导致不该发生的事情而发生，而他也已经成为萧炎的爱人，自己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才能够在萧炎身边守护彼此。萧炎，为了与你并肩作战，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一次我要赌上一把。花仙子云韵的话音落下，她的眼神毅然决然的坚定，仿佛已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微风拂过，带起她衣摆的轻扬，也似乎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波。她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像是一颗种子，散发着特别的光晕和气息。种子呈现粉色的花瓣，形状细腻而生动，复杂的符文在其表面游走，如同活物一般。而这就是花仙子云韵所需要的那一颗花粉种子。你们想要这个东西，那么就看你们的实力够不够了。花仙子云韵的声音在这古老花园的深处回荡，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决绝。看见了花仙子云韵手中的花粉种子，9位副盟主的脸色都是微微一变，而后感受着花粉种子中传出来的特别波动，整个神魂都是一颤。好特别的感觉，这就是盟主大人要我们必须带回去的花粉种子吗？爱副盟主和情副盟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像是在吸取花粉种子中的特别能量一样，那种舒适感和强大感一瞬间就要爆发出来。错不了，这就是花粉种子。其副盟主的语气显然有些激动起来，即便是他这位9大副盟主之首的存在，都觉得花粉种子的特别之处极其不简单，不然盟主大人也不会让他们务必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将其夺取回来。花仙子，你应该知道你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现在的道体恐怕已经被花仙之力反噬了吧？以你现在的状态，还如何对抗我们9位大道主神？在其副盟主的眼中，现在的花仙子云韵就是一个随时被击杀的蝼蚁。不过对方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只能说明勇气可嘉，但并不会掀起任何的浪花。就在9大副盟主以为他们胜券在握之时，花仙子云韵将这颗蕴含着极其特别能量的花粉种子直接放入嘴中，将其吞服而下。这一操作直接惊呆了那原本还在得意无比9位副盟主。居然就这样吞服下去，不怕炼道体和神魂都灰飞烟灭吗？在花仙子云韵将花粉种子吞服而下的瞬间，一股澎湃的力量在她体内扩散开来，仿佛有无数花朵在她血脉中竞相绽放。在这古老的花园中，那些花木似乎感受到了这股特别能量的波动，纷纷摇曳生姿，花瓣轻轻颤动，释放出更加浓郁的芬芳。花仙子云韵的脸庞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她的身体被一层薄薄的光晕包裹，仿佛即将化身为花间的精灵。她的道体刚刚在花仙之力的反噬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但现在她感觉到了一种奇异的温暖。细微的花粉在她体内飞舞，伴随着她每一次呼吸，它们在经脉中游走，仿佛有了自己的意识。同时她感受到体内的力量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正在愈合着自己的道体伤口。这一幕让花仙子云韵有些吃惊，她也没有想到直接服下花粉种子居然会有如此效果。在伤口愈合的同时，花仙子云韵无意间的闭上眼睛，感受着花仙之力在她意识的引导下，宛如活物般与她呼吸同频，起舞轻扬。花仙子云韵震惊于这种对花仙之力前所未有的掌控感，她的道体仿佛是一块历经沧桑的古老石碑，被时间的风雨洗刷过后，更显出深邃而厚重的纹理，同时更为的强大，不可撼动。在这片古色古香的花园中，花仙子云韵的身影显得格外和谐。花仙子云韵心念一动，周身的花仙之力便似有灵性的响应，化作一缕缕花香，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我的花仙之力居然听我掌控了吗？花仙子云韵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就想明白其中的缘由。不对，应该是花粉种子在控制着我体内的花仙之力。就在云韵沉浸在这奇异的掌控之中时，一阵清风拂过，花园中的花瓣纷纷扬扬，宛若一场无声的花雨。花仙子云韵睁开眼，只见眼前是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千姿百态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争芳斗艳。她知道，这一切都将因为她的花仙之力而变得不同寻常。